家好，欢迎收看《遇见大人物》，我是萧逸芬。人的一生当中呢，总会有几次看牙医的经验，小至于蛀牙，大至于撞断牙齿。通常呢，牙医是只要帮我们修补，就可以恢复原状，继续发挥咀嚼的功能。可是呢，如果这个牙齿破损的太过严重，无法修补的话呢，就必须要装假牙了。那么，如果你还一直以为做假牙需要把和缺牙相邻的2颗健康牙齿进行大规模的磨损的话，那可就太落伍了，而且有可能会伤害到您的健康和荷包。所以今天节目呢，我们就要为您邀请到已经有30多年经验的华泰牙医诊所的林泰武医师。我们欢迎林医师来到节目现场。林医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好，我们非常欢迎林医师来到节目来传授我们正确的这个补牙的知识哦。大家都觉得说装了固定的假牙以后，蛀牙就永远不会找上门，所以你就不停的大吃大喝一些很黏的东西，也不注重清洁哦。可是呢，如果说装置传统的固定假牙呢，其实大家要有一个观念，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如果没有正确的清洁牙齿，还是有可能会因为得到这个蛀牙或者是牙周病。还是会发生的嘛，对不对？更有可能会造成固定假牙的脱落哦，那实在就很惨，有时候还不知道掉到什么地方去。那么其实呢，就算口中没有蛀牙的人，要好好清洁原生牙的这个沟沟缝缝，都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哦。对于口中有很多固定牙齿假牙的人来说，更是不方便。所以今天呢，是不是要教我们，就是说怎么样防止牙齿滋生细菌，而且很多这个口气不好的状况，在人际关系当中也蛮失礼的哦。所以是不是要告诉我们说，平常不管是真牙假牙，要怎么样进行清洁跟保养？好，这个问题呢，我们先谈的就是涉及到我们一般生活普通的常识，但是有我自己独到的见解。哦，第一个，老天爷设立的发明就交给我们的假牙，对，它生长的假牙就是不容易洗干净。它老天爷有很多沟沟缝缝，对，要那个小毛刷。我们医学院设计的假牙呢，在过去也是不得已的，因为材料的问题所以在清洗上呢又更困难，因为是粘死的缝隙。对。那造成呢缝隙洗不干净。那今天我们要怎么洗干净呢？最重要的就是第一个，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工具，有超音波震动牙刷，对，那个让比我们手动的牙刷还要方便。那个真的是比较好。对，但是为了牙齿好会去买那个。对，在刷的时候呢，它的角度上，不必动作很大，只要轻轻的移动。再来就是牙尖刷，年轻人可能牙尖刷没有办法穿进去，但是年纪大的人，40、50岁的人就需要用牙尖刷，因为牙缝大了，这样小上面有毛毛，像小毛刷一样，这样才能够刷到牙齿的4个面。因为我们平常的牙刷只刷舌侧跟颊侧，然后再加上牙尖刷，2个牙缝之间才能够刷干净。那年轻人呢，就需要冲牙机跟牙线，因为他没有办法用牙线，所以清洁是用牙尖刷。清洁是维护牙齿的第一步。对对对。那牙齿的病灶一开始都是牙周病。对。所以清洁就可以预防牙周病。卫生的问题。再来新的方法就是年纪大的人，在旁边没有人的时候要吸牙齿。一方面让牙医师把长的多余的牙肉切短，就像剪指甲一样，比较好清洗。好可怕。另一方面，在旁边没有人的时候，就吸一吸，用自己的嘴巴的负压吸牙齿，这样子我们想尽办法去去除掉肮脏。这是新的一个方法，听起来很落伍，但是它却是很实用而且很务实的办法。对，很多地方牙尖刷也刷不到，因为在牙肉以下的缝隙是刷不到的。好，您今天带来了很多齿模哦，是不是要跟我们说明一下？就是有一些粘固式的假牙，其实假牙有很多装置的方式啦哦。那么，可是有了不便清洁这样的一个缺点哦，我们要怎么样去选择？而且在后续的维护上，很多人不要觉得说反正是假的嘛，它也不会被腐蚀，我随便怎么搞的，其实这是错误的观念，对不对？对。因为固定式假牙比天然的牙齿还要难刷干净。因为这边牙医师有时候比较扁短的牙齿，尤其是东南亚我们这种下巴比较扁的人，对，他这边很难创造一个缝隙来让牙尖刷，有时候冲牙机都冲不进去。所以固定式假牙比天然牙齿还难清洗。所以我就发明了
能够摘洗式的，非固定式。对，要摘洗式的。好，能不能做给我们看一下？摘洗式的牙齿。什么样的情况下？哎，如果一个粘死的假牙，好，平常牙间刷很多都不容易刷进去，好，那牙医师说每半年来洗牙，其实牙医师的一个工具，细的工具有时候也够不进去。对啊。那如果牙齿能够拿起来的话，哇，尖端就能够垂直的在牙肉的缝隙，可以真正的清洗干净。对。现在的洗牙是做不到完全洗干净，很痛苦，满嘴都是血。对，包括牙周病的医生、专科医生有很多的工具，他就是因为牙齿的缝隙很小，他要用各种角度去挖到那个肮脏的地方，其实是挖不到的，只要拿起来就很容易清洗的，流理台一搬开，就可以洗得很干净了。我看您的假牙都是2颗2颗的哦，那如果说这种可以移除式的，可以拿起来洗得彻彻底底的话，是不是干脆前面一排就全部都用假牙最好？还是说，我看您都是2颗2颗，这有什么差别？理论上，人类到了40、50岁，就必须要整个口腔都做这种牙齿。这种牙齿你指的是？全部都内冠跟外冠全套的，然后能够拿下来清洗。40、50岁。但是因为做牙还蛮痛苦的，时间花得很长，费用很高，所以这个理想做不到。所以就尽量用牙间刷、震动牙刷。跟冲牙机、跟吸牙齿来做啊，因为这个拿下来以后，每一颗牙齿的缝隙就很好清刷了，而且垂直缝隙，牙医师更可以用洗牙机头垂直的真正的洗干净。现在的洗牙是不完全洗干净的，所以你每年去让牙医师洗牙，到最后还是有局部很深的牙周病的深的那个没错，坑，那没办法根治。所以拿下来洗。彻底的洗干净是做假牙的第一要务。第二个就是牙齿会断掉。比如说这个，找一个断掉的来看一下。这个牙齿，有些是局部，也不是整颗掉，可能是断一半。这个牙齿，是有年轻人有问题的牙齿。喝酒跟人家打架撞。他如果蛀牙蛀得很严重，抽了神经。在我们目前传统是整个把它套起来，套起来以后就洗不干净了，洗不干净，垂直的肉细更是洗不干净，7年、8年、9年呢，不但自己的牙齿腐坏了，他的牙骨头也腐坏了，连隔壁牙齿都腐坏了，这就是为什么做1颗坏3颗的原因。所以拿下来清洗是最重要的。再来，目前假牙做了以后。另外一个拔掉的原因就是断掉了、断裂。太多人10来年以后有抽神经或没抽神经，这个牙根就断裂了，这边就肿一个脓包。哇哦！它就是因为目前的技术，做了假牙只能恢复它的外形。但是一个假牙被牙医师抽了神经，然后又磨了以后再套起来，它本身已经是一个衰败的牙齿。今天又只做回原来的形态，对，卫生没有改善。反而比天然牙齿还要更糟糕。治标不能治本。然后力量没有分散，一个衰败牙接受同样的暴力，当然是10来年就会断掉。是一个失败的。所以针对这个原因，拿下来清洗就可以洗得很干净。再来这一个内冠呢，我们磨得斜一点。以前是学校教要我们磨得直一点，才不会松脱。但是现在我们宁可要。我们能敲下来让它松脱，我们5、6、7年好像翻开引擎盖一样的，我们要检查，然后再修补，然后再粘回去重新使用，所以本身牙齿的腐败是不会产生的。另外就是断掉的问题，断掉的问题呢，我们就做2边的靠肩靠板，来分散它的力量，它就不会断裂了。它承受的力量我们随便算，就只有承受原来的1/3，是不可能断掉的，因为旁边这边。有摸字形的靠板，靠着2边普通好的牙齿，一个年轻人来讲 ，OK， 所以这个就是可以使用到一辈子的牙齿，顶多最后生命用了30、40年，如果隔壁的牙齿有什么毁损的话，对啊，顶多旁边再加1颗，再加1颗，再加1颗，磨一个内冠外冠，那新的内冠外冠跟旧的
外冠，新的外冠跟旧的外冠可以焊合在一起，所以旧的牙齿也不动它，只要增加新的，那30年了，25年、30年以后增加一个新的牙齿也不为过。对了，终其一生，他的牙齿的骨头、跟根尖、地基都维持在差不多的稳固，对，只有上面的结构，毁损、增加、改变，这是很划算、很值得的事情。能用就用，尽量不要做侵入性的拔除。到生命结束末期的时候，安养院坐轮椅、安养院病房的时候，看护还可以拿下来帮他清洗。医生到病床边要治疗、要拔除都很方便。拔除了以后不必我们普通粘死的牙齿要拔除，必须把牙齿磨切，像磨龙眼壳一样的把它剥开来。这样子很麻烦，而且做不到。今天到病房，一个脑残的病人，对，只要把假牙拿起来，医生要治疗，治疗好以后再放回去继续吃东西。如果很多颗支柱，拔掉一颗，结构上没有什么改变。所以林泰武医师这样的发明真的是非常的贴心哦，从这个青年到老人都已经完全设想到了，所以呢，他已经完全解决了过去粘固式假牙的缺点，这就是弹牙夹哦，它的方便性。我们稍后一个阶段继续来谈哦。前2天才有新闻说有人装假牙哦，很痛苦，痛苦到几乎已经去跳楼自杀了耶。为什么会有这么难过的状况？现在动不动都叫人家拔牙植牙哦，真的是非常不负责任。那么有什么新的替代方案呢？我们下阶段继续来谈。回到遇见大人物，今天现场的是华泰牙医诊所的林泰武医师哦，介绍要告诉我们这个关于装假牙的一些知识哦。事实上呢，前2天大家在新闻应该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个妇人呢，因为她装假牙3、4年来非常的痛苦，她终于跳楼自杀，这真的不是夸张，我们新闻真的是有这样播出来，相信大家也都有看到哦。那么我们去访问牙医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装假牙如此的痛苦呢？因为他们说现在很多人呢牙齿痛就抽神经做一些根管治疗，可是这个健保都有给付的，医生觉得很辛苦又赚不到钱，于是动不动呢就告诉大家说你这个牙齿应该拔掉，甚至植牙。可是事实上是不是每一个假牙都需要拔掉？我们刚才听林泰武医师说，其实有些它只有些微的磨损，你需要整颗拔掉，你需要这么暴力对待自己好不容易长了一辈子的牙齿吗？还有甚至植牙，它真的不见得是适合每一个人哦。所以这个妇人您也看过这个新闻嘛？她为什么会痛苦到想要跳楼自杀？后来她就去complain 她的牙医哦。可是这个案子无解，因为这个病人已经往生了，就是因为牙齿真的是不是病，可是痛起来要人命哎。对，因为在以前啊，在我发明之前，目前呢，通常都是做固定式假牙，但是固定式假牙一做了以后，发生什么问题很难解除，所以我就发明了弹假牙，摘洗式的，摘洗式的能够维持清洁。很多以前因为粘死固定式假牙没办法清洗干净、化脓、痛的问题呢，都解决了。我目前归类了有4种，目前有很多可以不用拔了。4大不可拔之牙哦，大家来看看。已经可以不需要拔的牙齿。如果你的医生这4种情况要叫你拔的话，你赶快来看林医师，寻求 second opinion， 对不对？最重要，我也没办法看那么多个 patient 这种状况，最主要的就是医学院要赶快改进他教学的那个技术。破除门户之见，不要一直想要赚钱哦，真的为大家牙齿着想。进步就是要创新跟突破。好，哪4大不可拔之牙？第一个，以前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医生，包括从美国、德国，全世界都公认，牙医界公认，只要有这个分叉的地方，骨头、牙齿的牙根分叉的地方，因为小时候刷得不干净，所以骨头本来是长满了骨头的地方，冲塞骨头的地方，现在腐败了，变成一个骨坑。我说这是口腔内牙根的粪坑，因为食物进去，牙肉在这边飘，有点发炎，然后食物进去，第1、2天是食物，第3天收水，第4、5、6天就是粪便，怎么刷都臭哦。对，刷完了半个小时就臭了。有些人刷了马上又口臭，所以这个腐坑呢，造成骨头一路的腐败。所以在腐败的过程呢，也会影响心脏、肾脏的感染。所以心脏科医生也主张拔掉，保护全身。
那牙科医生、牙周病医生说这个我刮不干净，回去 patient 也没办法洗干净，所以这个是拔掉的。那为什么你说不拔呢？问题在于没办法弄干净，牙周病专科医生没办法洗干净，病人没办法洗干净。可是问题在于我们需要把它洗干净，创造设计能够洗干净的环境。所以如果有这个腐坑呢，在下面牙齿呢，就把它根管治疗以后把它切半，切一半，尤其是在骨头呢还有2/3的高度，它还很坚固强壮。把它切了一半以后，套上内冠，变成2片单独独立的牙根。就像这样子。它也不用整个拔掉，也不会不要拔掉，以前要拔掉，现在可以不用拔掉了。不用换一颗，所以也比较便宜，对不对？它的治疗方式。像这样子，它本来骨头的那个腐坑在里面的，很难洗干净，牙医师、专科医生也刮不干净。你这样比较费工，然后又赚比较少，其他牙医师愿意这样做吗？除了你以外，为了牙医师的责任，还有为了他自己，为了他的父母家族，他也应该要学。如果说的比较狭义一点，所以这个学习不会很困难所以这样子就解决了必须拔除的第一个问题。好 ，vacation 的地方、分叉的地方已经可以不要拔除，只要两边有普通坚固的牙齿。好，第二大不可拔之牙是什么？第二大不可拔之牙就是断裂的牙齿。一般断裂的话，就主张要拔掉。我拿一个最极端的 case。他前天才来复诊。我的另外一个医师，我的第一传人谢医师有看到。这边干干净净的。干净的像这一颗一样，跟我们的指甲一样。这个一点点血是我给他打麻药，我要在处理的时候，一点点的血，谢医师亲自看到的。这个牙怎么了？纵裂，像破甘蔗一样的纵裂。纵裂的牙绝对是要拔掉的。可是这一片是在我治疗他的时候，这一片是在动摇的。这一片是稳固的，我就把它留下来。我要他。不是要他来承受主角的力量，主角的力量由这个前面的好牙来承受，这个呢是废物利用，它用来做帽扣弹夹，它用来在这一端抓住外冠，然后他不想植牙，这个牙医师要植牙，不植牙可以跟病人商讨，植牙这一颗吃力比较少嘛，你不植牙这一颗吃力就比较重，他不愿意。他说：“我宁可吃软一点的东西，我吃到鸡肉、花生、空心菜、烤鸭皮就好了。暴力他不用。结果他已经完成了1年4个月，他来复检，干净的这边一点都没血迹，这个是严重的问题。天生我牙必有用啊，所以不需要能解决问题就可以留下来。如果他还有利用的功效，医生也要很有耐心，对不对？那真的是用4倍、6倍的时间在处理这个问题，然后赚1/4、1/6的钱。但是那个乐趣是不一样的。乐趣。再来，最普通的就是这个。这个是最普通的。你可以在半年有5个这种 case 咬断裂的。这叫什么牙？第三大不可拔之牙。小臼齿我咬断裂的。太多了，这种 case 太多了。很多。一个医生1年内可能碰上7、8个这种 case。那这个把它留下来，这个只要这个最深的断裂最深的都可以留下来了。哪怕是它很深呢。只要能够做一个弹夹牙，把它拿下来，清洗。它周边不太会化脓，不太会发炎。以前主张拔掉，就是因为你粘死固定的话，这个地方常常会发炎。然后它已经断裂了，你又把它磨小又套起来，它也容易断裂。但是肮脏的问题，摘洗式就可以拿下来。两旁的靠肩靠板可以承受力量。这个牙留下来，它的牙周的骨头。牙齿的骨头会很完美，那个笑容会更漂亮，会保持漂亮。如果拔掉以后，它就有一个缺陷。所以就会笑起来永远是畸形的笑。所以保留天生的很重要。所以就像一个摘洗式的牙齿，它就是有2旁承受力量，对，支撑不会断裂了。可以清洗干净，对，不会腐败了。所以牙齿的治疗
2大原则，一个彻底的干净，包括内冠、牙冠以内的干净不腐败；第二个，旁边的牙齿不要腐败，牙槽骨不要腐败；第三个，它怎么承受力量？由旁边的好牙齿承受力量，真的没有旁边的稳固的牙齿来承受力量，才考虑到植牙。好，来第4大不可拔之牙嘞。第4大不可拔之牙，现在千篇一律的，全世界都说智齿就是拔掉。对啊，对啊，大家都这样说。结果错，这是 case。哦，这是智齿，而且向前撞的。这个牙医师，全世界牙医师闭着眼睛就说拔掉。那可是他的这一颗牙不够力量啊。哇！全口都需要重建的，它力量不足，偏偏这一颗智齿，微小的蛀牙，刚开始都很脏的，可是我教他怎么刷干净。现在有超音波震动牙刷，还有圆形的震动牙刷，这个当然可以洗得很干净，还有牙间刷。一个博士是很会思考，然后创造幸福产品的人。博士不是背念的。所以我们在这边做弹夹牙。一个金属的那个梯片，这个牙齿里面有弹夹，就可以扣在这里了。OK， 卫生控管不是问题。这个算是好，还是好牙，因为它上面有牙齿。对，所以这边做个牙齿跟它挡着，然后连在一起，又不会塞东西，卫生做得到，力量又可以支援，这是留下来。这个更是它力量有问题。它当然需要这一颗牙来支撑力量啦。所以就把这个靠在这里，做个结构靠在这里配套，借力使力啊，能够支撑力量，可以咬东西，不塞牙缝，卫生做得到，不会牙周病，那当然留下来了。这为病人做了一个不需要植牙的贡献。对，真的。然后真的是不会造成常牙周病。如果他有牙周病发炎的话，来把假牙拿下来，牙医师轻轻的打个麻药，就没问题了，4天5天就好了。很多医生都是怕麻烦，同时他又想多赚钱，就拔了就算了嘛。就林医师还把这个牙齿分成2块，然后呢这边是装一个牙套，然后这边装一个什么弹夹牙，哇！然后我们大家觉得好像很麻烦，可是医生说充满了乐趣哦。所以我们在林泰武医师的身上看到呢，他为什么能够发明出全世界其他牙医所发明不出的东西，就是因为他非常的疯狂，非常的热爱他的工作，所以呢他才会精益求精，一心一意的要把牙齿救好。真的，所以呢，这是牙医界的菩萨哦。所以我希望其他的牙医呢，在自己的专业上真的有所精进，同时也有益于全人类哦，也是造福百姓，也是给自己积福报了。我们非常谢谢林泰武医生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您，谢谢。